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造型惊艳如角色本尊，网友调侃：造型师是不是拿了剧本？赵丽颖的造型团队将新中式与赛博朋克混搭得淋漓尽致，从旗袍盘扣配金属耳饰到牡丹刺绣与未来感纹路的碰撞，每一处细节都颠覆传统又高级感十足。35岁的她用裸色系妆容和珍珠发链轻松减龄，温婉笑容更是完美中和了前卫造型的攻击性，堪称造型魔术师的神来之笔。赵丽颖又双若卓美出圈了，这次不是靠演技，而是靠妆造。她近期出席活动的造型被拍到后，网友直接喊话：这妆造团队是不是偷偷报了美术班？双引号。网友小可爱说，颖宝今天的妆容居然把旗袍盘扣和金属耳饰搭在一起，这波混搭直接让我穿越到民国科幻片现场。双引号。其实细看就能发现，颖宝的造型团队在玩新中式混搭这块可太溜了。上周她穿的那条红色礼裙，腰间绣着牡丹，袖口却用银线勾勒出未来感纹路，活脱脱把传统美学和赛博朋克整出了 CP 效果。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土里土气，但颖宝团队偏偏用配色救场，妆容全是高级裸色系打底，再叠一层珠光眼影，既保留古典气韵，又不让造型显得老气横秋。重点来了，这次造型最绝的是发型，把丸子髻换成低马尾，用珍珠发链一拴，瞬间从婉约妹子变成女王模板，这操作简直像给头发做了个时空穿越手术。不过说真的，颖宝选造型师眼光就是毒，团队不仅懂得复古时尚，还深谙减龄术，眼妆用浅咖色替代传统大红，颧骨早点蜜桃粉，35岁看起来像25。最绝的是表情管理，即使穿着这么夸张的造型，她也能用温婉笑眼中和攻击性。这哪里是什么妆造升级，根本是外貌战斗力全开啊，姐妹们！赵丽颖这一次的造型再度引发全网热议，不仅是因为她自身的气质和魅力，更因为整个造型所呈现出来的氛围感和角色代入感几乎达到本尊附体的地步。正如网友们所调侃的，造型师是不是偷看了剧本？这句半开玩笑却饱含惊叹的评论，其实也道出了大众对于赵丽颖与她幕后的团队在美学表达上默契与精准的认可。每一次出现在镜头前的她，都是一次形象的突破，一次对美的再定义。而这背后藏着的不仅仅是妆容、发型和服装的更替，更是一场关于角色理解与外在呈现之间的深度共鸣。赵丽颖一贯以来被誉为百变女王，无论是古装的灵气少女，现代剧中的职场御姐，还是现实生活中或温婉或飒爽的时尚造型，她总能以细腻又具冲击力的方式展现自我。而这一次的造型让人产生角色感的强烈联想，不是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的审美体系与人物气质交汇的成果。服装的选择、妆发的搭配，以及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的拿捏，让整个视觉呈现都饱含戏剧感，却又恰到好处，没有丝毫夸张或失真。造型师之所以被称为拿了剧本，是因为这身造型中隐隐透露出一个未曾揭晓的故事线，眼神中流转的情绪像是角色的前史，色彩与线条的结合仿佛有着某种象征，甚至连耳饰与配饰的精致选配，都构建出一个人物的轮廓。这种高度艺术化的视觉呈现，不再是简单的穿搭，而是一种以角色为核心的时尚叙述。这也正是赵丽颖团队的一大高明之处，他们懂得如何通过形象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联想，从而使一组静态图像也能激起无限遐想。这背后也离不开赵丽颖本人对角色与美的深度理解。她从不将自己当作造型的模特，而是带着表演的意识去对待每一次造型。她知道如何用微妙的眼神变化表达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也能通过肢体姿态让时尚造型变得更具表现力。因此，哪怕只是一次普通的宣传图，一个杂志拍摄，
赵丽颖都能做到造型中有情绪，画面里有故事，这是一种演员与造型美学之间的高度融合。而对于广大粉丝和观众来说，赵丽颖每一次亮相的惊艳，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情感上的牵引。她的每一套造型都仿佛在诉说一个新的篇章，而她本人就像一位游走在时尚与表演之间的旅人，不断探索边界，挑战新的风格。观众在她身上看到的不只是美丽，更是成长与蜕变，是一个女性不断用作品、用形象塑造自我、传递力量的过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近年来在选择造型风格上日益大胆，无论是色彩、结构、材质，还是妆容的突破，她都敢于尝试。这种试错精神与自我突破的勇气，也正是如今娱乐圈中最为难得的特质。在流量为王、标签化严重的行业中，赵丽颖用一次次不拘一格的造型，撕掉甜美乖巧的单一印象，展现出更多面向的自己，也给了无数女性观众关于美与自信的启发。而造型师偷看剧本这句玩笑话，其实也是大众对这组造型深层次解读的一种情绪表达。正因为造型中蕴含了太多人物感与故事感，才让人不由自主地将其与某个虚构角色产生联想。而这种联想，也极有可能在未来演化为一个现实的剧本契机。毕竟，如此高度适配角色的外在形象，对于创作者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灵感的源泉。结尾之际，不妨转向观众本身。我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解析赵丽颖的造型，关注她每一次亮相的细节，其实是因为她身上承载着一种公众对女性力量美学的期待与投射。她不是简单的女明星，而是一个在多个维度中都能释放价值的艺术个体。每一次造型的惊艳，都是她自我表达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美不止于表面，风格可以有无限种可能。双引号。所以，亲爱的观众们，当你再次看到赵丽颖的造型照，不妨多停留几秒，从眼神、姿态、搭配、情绪中，试着去读一个角色，感受一个故事。因为美，从来都不是肤浅的存在，而是某种隐藏的深意，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而赵丽颖，正是那个用形象讲故事、用风格演戏的演员，她所呈现的每一次美丽，都值得被我们认真看待、细细品味。谍战片天花板，无名一出，谁还敢说国产不行？无名以非线性叙事颠覆传统谍战片，梁朝伟与王一博演绎的潜伏者暗流涌动，细节中暗藏历史隐喻。从广州轰炸的残酷到拿破仑蛋糕的温情，每个镜头都是精心设计的谜题，邀你共赴这场烧脑的视听盛宴。打破常规的叙事结构，无名的叙事结构堪称一绝，采用非线性叙事，打破了传统谍战片按时间顺序讲述故事的模式。影片开场便将观众带入看似毫无关联的片段，如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与黄磊饰演的叛徒会面，以及周迅饰演的陈小姐在香港安然喝咖啡等场景。这些片段如同拼图的碎片，瞬间勾起观众的好奇心。随着剧情推进，导演巧妙地回溯前因后果，将不同时间线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断拼凑线索，梳理出完整的故事脉络。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影片的悬疑感，也让观众更深入地参与到故事中。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像是解开一个谜题，带来恍然大悟的快感。例如，影片中先呈现叶秘书王一博士与王队长王传君是查看日本兵尸体的场景，随后才逐步回溯到日本兵遇袭的前因后果，以及叶秘书在其中的复杂情感和行动动机。这种叙事手法要求观众全神贯注，紧跟剧情节奏，否则很容易错过关键线索，导致观影体验混乱。但对于喜欢深度思考、享受解魅过程的观众来说，无名的叙事结构无疑是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每一次重温都能发现新的细节和隐藏的故事。暗流涌动的人物群像，
无名的人物群像鲜活而复杂，每个角色都有着独特的性格和动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共同演绎出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传奇。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无疑是影片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表面上是汪伪政府特务机构的重要成员，为日本人效力，审讯犯人时手段狠辣，让人物以为他是彻头彻尾的反派。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逐渐发现，他实则是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在敌人的心脏地带默默传递着重要情报。梁朝伟用他精湛的演技，将何主任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在面对敌人时的冷静、睿智，以及在面对同志和亲人时流露出的温情与牵挂，都让这个角色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比如，他与周迅饰演的妻子陈小姐虽然近在咫尺，却因身份特殊，只能通过隐晦的方式传递信息，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饱含着深厚的情感，那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和无奈，令人动容。王一博饰演的叶秘书，则是一个充满成长与转变的角色。影片前期，他看似是一个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的小角色，在领导面前小心翼翼，与同事相处时也显得有些稚嫩。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他的伪装。他同样是潜伏在敌营的地下党，在经历了未婚妻被好友奸杀等一系列事件后，他逐渐变得坚毅、果敢，展现出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信仰。王一博在影片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尤其是在一些情感爆发的场景中，他通过细腻的表情和动作，将叶秘书内心的痛苦、愤怒和仇恨展现得十分到位，让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个角色的蜕变。除了主角，影片中的配角也都十分出彩，对剧情推动和时代背景的烘托起到了关键作用。黄磊饰演的机要员张先生，因恐惧和个人情感的纠葛而背叛组织，他的转变不仅展现了人性在生死考验面前的脆弱，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斗争环境的残酷。王传君饰演的王队长，是一个自私自利、残忍无情的汉奸形象，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甚至奸杀了叶秘书的未婚妻。他的存在不仅增加了主角们的危机，也让观众对那个黑暗时代的丑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周迅饰演的陈小姐、江疏影饰演的角色等女性形象，她们虽身为弱女子，却在各自的位置上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为影片增添了一抹温情与希望。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充满了信任与背叛、合作与冲突。何主任与叶秘书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实则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相互配合、相互掩护，共同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任务。但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又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甚至在必要时上演敌对的戏码。叶秘书与王队长曾经是看似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但当叶秘书发现王队长的丑恶行径后，两人的关系瞬间破裂，陷入了生死对立。这些人物关系的刻画，不仅丰富了剧情，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地下工作者们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和巨大压力。细节背后的历史隐喻，无名在细节处理上堪称一绝，每一个场景、道具和台词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隐喻，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动荡时代的复杂与残酷。影片开场的广州大轰炸场景，通过灰暗的色调、纷飞的战火以及人们惊恐的表情，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街道上满是残垣断壁，百姓们在废墟中挣扎求生，板车上堆积着的尸体让人触目惊心。这一画面不仅是对历史上广州大轰炸这一惨痛事件的真实还原，更深刻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以及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在这个场景中，一只瘸腿的流浪狗在废墟中艰难求生，它躲避着轰炸，试图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却屡屡被驱赶。这只狗的遭遇正是当时中国人民命运的缩影，
在战争的阴霾下，他们无处可逃，生命如蝼蚁般脆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轰炸机飞行员带着一只名为罗斯福的宠物狗执行轰炸任务。这只狗在飞机上享受着舒适的待遇，与广州街头的流浪狗形成了强烈反差，深刻地讽刺了侵略者的傲慢与残忍，也暗示了日本对美国的挑衅以及其疯狂的战争野心。影片中的道具也都有着深刻的寓意，比如那盘反复出现的蒸排骨，看似普通的一道菜，却成为了人物关系和情感变化的重要线索。叶秘书与王队长一同吃蒸排骨时，两人之间看似和谐的氛围下，实则暗流涌动。王队长对叶秘书未婚妻被奸杀一事的轻描淡写，以及他对叶秘书的试探，都通过这盘蒸排骨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叶秘书在得知未婚妻的悲惨遭遇后，对王队长的仇恨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加深，为后来两人的反目埋下了伏笔。此外，电影中的拿破仑蛋糕也是一个重要道具，它不仅是传递情报的工具，更象征着特工们在危险环境中那一丝难得的宁静与温情。何主任通过蛋糕店的蛋糕传递情报，而陈小姐在执行任务间隙也会来到蛋糕店，享受片刻的安宁，品尝一口拿破仑蛋糕，仿佛暂时忘却了外面世界的危险与残酷。台词方面，吴明同样做到了字字珠玑，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何主任在审讯军统南京站站长时所说的一番话，不仅展现了他作为特工的睿智与冷静，也揭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方势力的博弈。他指出，国民党在老蒋的领导下已经背离了初衷，如今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已沦为地方政权，而汪伪政权则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妄图为自己的叛国行为洗白。这番话不仅是对国民党内部腐败和软弱的批判，也反映了当时汪伪政权的虚伪和险恶用心。此外，日本军官杜部与何主任的对话中提到了石原派和东条派的分歧，这一历史细节的呈现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历史背景，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日本国内在侵华战争中的不同战略主张以及内部矛盾。石原派主张巩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逐步蚕食中国，而东条派则主张全面侵华，尽快实现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战争决策，也为影片中的谍战故事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历史深度。视听语言的艺术魅力，吴明在视听语言上的运用堪称一绝，每一个画面，每一段音乐都经过精心雕琢，为观众呈现出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极大地提升了影片的质感和艺术价值。影片的摄影风格独特，通过光影的巧妙运用，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氛围。在许多场景中，导演运用了高反差的明暗对比，将人物置于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既突出了人物的轮廓，又暗示了他们复杂的身份和内心世界。例如，在审讯室的场景中，强烈的顶光打在犯人的脸上，使其面部表情清晰可见，而何主任和叶秘书则站在阴影中，他们的表情隐藏在黑暗里，让人捉摸不透。这种光影的处理不仅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也让观众感受到了审讯过程中的紧张和压迫感。此外，影片中还运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捕捉人物的细微表情和动作，展现他们内心的情感变化。当叶秘书得知未婚妻被奸杀的消息时，镜头特写他紧握拳头的手，微微颤抖的手指和抱起的青筋，将他内心的愤怒和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美术设计方面，吴明高度还原了民国时期的时代风貌，从建筑、街道到服装、道具，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让观众仿佛穿越回那个动荡的年代。影片中的上海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复古的广告牌，黄包车穿梭其中，再现了当时上海的繁华与喧嚣。而汪伪政府的办公室、日本军营等场景，则通过昏暗的灯光、冰冷的墙壁和陈旧的家具，营造出压抑、阴森的氛围，与外面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在服装造型上，
不同角色的服装风格也各具特色，不仅体现了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还反映了当时的时尚潮流。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常穿着笔挺的西装，搭配精致的领带和皮鞋，展现出他作为高级特工的沉稳与干练。王一博饰演的叶秘书前期穿着较为朴素的西装，随着剧情的发展，他的服装逐渐变得更加合身、精致，暗示了他在身份和心境上的转变。女性角色的服装则以旗袍为主，周迅饰演的陈小姐身着素色旗袍，简洁大方，展现出她的温婉与优雅。江疏影饰演的角色在重要场合穿着华丽的旗袍，配以精美的首饰，凸显了她的高贵气质。配乐在《无名》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影片增色不少。影片的配乐融合了东西方音乐元素，巧妙地运用了交响乐、爵士乐以及中国传统乐器，如二胡、琵琶等，营造出独特的音乐氛围。在紧张刺激的打斗场景中，配乐节奏强烈，鼓点密集，配合着快速的剪辑和激烈的动作，让观众的心跳也随之加速。而在一些情感细腻的场景中，配乐则舒缓悠扬，如小提琴的轻声吟唱，二胡的深情倾诉，将人物内心的情感如涓涓细流般缓缓流淌出来，让观众感同身受。例如，在叶秘书与陈小姐在秘密据点短暂相聚的场景中，轻柔的音乐响起，伴随着两人深情的对视和简短的对话，将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对彼此的牵挂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也不禁为之动容。此外，影片中的配乐还与画面紧密配合，通过音乐的起伏和变化，增强了画面的节奏感和表现力。在表现日本轰炸机轰炸广州的场景时，配乐中加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和炸弹爆炸的音效，与画面中纷飞的战火和人们的惊恐表情相呼应，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深刻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无名的独特价值与深远影响。无名作为一部独具匠心的谍战片，在众多同类型影片中脱颖而出，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与深远影响。从类型创新的角度来看，无名打破了传统谍战片的叙事和表现模式，为谍战片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它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以及独特的视听语言运用，都为后来的谍战片创作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灵感，促使他们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推动谍战片这一类型向更高层次发展。在历史认知和情感触动方面，无名通过生动的影像和扣人心弦的故事，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抗日战争时期那段波澜壮阔而又充满苦难的历史，感受到了无名英雄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不惜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影片中对战争残酷性的展现，以及对人性在战争中的挣扎与抉择的刻画，都能引发观众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激发观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它让观众明白，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们的默默奉献和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生活，从而更加珍惜当下，铭记历史。对于电影行业而言，无名在叙事、人物塑造、视听表达等方面的卓越表现，为电影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它证明了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电影也可以兼具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鼓励更多的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中注重品质和内涵，提升电影的整体水平。此外，无名的成功也表明，具有独特风格和创新精神的电影作品能够在市场上获得认可，这对于推动电影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